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诚意与军歌收视率喜人，从皇帝到时空侠客，他用演技劈开荆棘。威亚钢丝在月光下泛着冷光，诚意第17次从马背上后仰，反手拉弓的瞬间，镜头捕捉到他脖颈抱起的青筋。监视器后的导演突然喊停，这个镜头留着，我要让观众看到齐燕骨子里的狠劲。4年过去了，当与军歌重播收视10连冠的捷报传来，人们突然读懂了那个马上仰射的镜头。这不是简单的武打设计，而是齐燕8年隐忍的具象化表达。帝王之弓永远向后弯曲，只为蓄力射出致命一击。收视奇迹背后，藏着现代观众对智性美强惨的集体渴望。我们厌倦了开金手指的爽文男主，却对背负骂名、踽踽独行的齐燕欲罢不能。重播数据揭晓当日，某视频网站弹幕量突破100万条。有人发现第23集有个细节，齐燕抚摸龙袍时，手指总在暗纹处停留。这竟是诚意自己设计的动作，暗喻角色对皇权既依赖又憎恶的矛盾心理。演技派的疯魔从不止于剧本。为呈现齐燕被毒药侵蚀的体态，诚意连续3个月控制饮食，让肋骨在镜头下显出病态的轮廓。监视器里他咳嗽时肩胛骨的颤动，让医学博主惊叹，这完全符合慢性中毒者的生理特征。观众还在为齐燕的结局意难平时，诚意早已在另一个片场分裂成3个人格。傅山海的8分钟预告片里，他同时演绎着3种人生。现代社畜肖明明啃着煎饼挤地铁，穿越后变成被揍得鼻青脸肿的废柴，转头又化身阴质反派擦拭染血剑锋。这场自己杀自己的戏码，藏着武侠剧破圈的野心。李晨舟捏碎茶杯时，诚意特意让瓷片割破掌心，鲜血滴落的位置恰好与30年前某部经典武侠剧的镜头重合。老观众瞬间泪目，这是杨过断长牙洒血味式的现代版致敬。穿书设定下的江湖，处处是反套路设计。萧秋水所谓的绝世神功，竟是广场舞太极剑法，弹幕炸出一片哈哈哈哈。笑着笑着就沉默了。这个总在系统任务里卡关的菜鸟，多像职场里挣扎的我们自己。武术指导陈伟涛透露了一个惊人细节：诚意为区别人物，给3个角色设计了不同起手式。萧明明格挡时会本能护头，萧秋水出招前臂挽剑花，李晨舟杀人前总要掸去衣袖灰尘。这种肌肉记忆式演技，让替身演员都自叹不如。观众考古发现，与军歌和傅山海竟藏着镜像台词。齐燕说：“纵我引弓在手，有射日之志”，对应着萧秋水的手中无剑，心中有风。2条时空现在诚意的表演中完成闭环，恍如侠义精神的格式传承。演技较量的名场面发生在傅山海第7场。张智霖饰演的魔教教主将毒酒推给诚意，2人在10秒内完成7次眼神交锋。监视器后的导演激动到摔了剧本，这是楚留香与无花和尚对弈的升级版。重播数据揭晓当晚，某论坛出现热帖诚意的微表情能养活多少拉片博主。逐帧分析显示，齐燕每次说谎时，右眼会比左眼多眨1秒，而萧明明穿越后，这个习惯变成了摸耳垂。心理学专业学生连夜写论文，论微动作对角色人格建构的暗示作用。傅山海的绿幕戏更暴露了诚意的强迫症。没有实景支撑，他硬是靠想象演出悬崖边的失重感。威亚断开那刻，他本能反应的踉跄被保留成经典镜头。武术指导后怕又骄傲，现在年轻人哪肯这么拼命？观众开始玩梗，诚意是影视圈的5代果。第1代仙侠虐练出圈，
第2代凭权谋拒封神，第3代用武侠打戏破壁，第4代借现实题材扎根，第5代直接玩起时空穿越。粉丝说漏了最关键的一代，永远在和自己较劲的诚意一代。其他演员还在争抢同一赛道的蛋糕，诚意早已在片场画下新的疆界。与军歌重播时，有观众发现齐燕书房暗格里始终摆着半块玉佩，这竟是《赴山海》里萧秋水的信物。2个角色的时空对话，让考据党直呼他早把江湖织成了连续剧。深夜的剪辑室里，工作人员正在调色。齐燕毒发时的青灰色面容，与萧秋水决战前的苍白脸色，在调色盘上形成完美渐变色。导演突然笑了，这哪是演戏，分明是用骨血在给角色染色。与军歌重映收视冠军，诚意实力认证，演技扛起收视率。朋友们，最近我看到一个事儿，挺有意思的。一部2021年的电视剧《与军歌》，4年后在湖南卫视重播，收视率居然稳居第1。这可不是什么流量小鲜肉主演的偶像剧，而是诚意主演的古装剧。这让我想到一个问题，在这个流量明星当道的年代，实力派演员究竟该如何突围？咱们先回顾一下这几年娱乐圈风云变幻，流量明星就像一阵阵旋风，席卷而来，又很快消散。多少曾经红极一时的明星，如今已销声匿迹。这就像股市，追逐热点容易，但要找到真正有价值的投资标的，却需要一双慧眼。而与军歌的重播，却像是一股清流，证明了好内容经得住时间的考验。你看，这现象背后，其实反映出一种观众审美疲劳，对快餐式娱乐的反思。以前，大家可能更关注明星的颜值、八卦，现在越来越多人开始注重演员的演技、作品的品质。诚意的成功，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这种变化的趋势。数据显示，在重播期间，与军歌与诚意另一部作品《底线》同时段播出，收视率都名列前茅。这可不是巧合，而是实力的体现。这就像一个经济学模型，供需关系决定了市场价格，而观众对好作品的需求，最终决定了演员的市场价值。那么，实力派演员的成功密码究竟是什么呢？在我看来，这可不是简单的演技好就能概括的，这更像是一场马拉松，需要长期的积累和沉淀。诚意，它不是一夜爆红，而是通过一部部作品，不断提升自己的演技，磨练自己的技艺。这就像酿酒，好酒是需要时间的沉淀，才能拥有醇厚的口感。慢工出细活，这4个字，我觉得用在他身上再合适不过了。未来，流量还会继续存在，但它的生命周期会越来越短。观众的口味越来越挑剔，他们不再满足于简单的脸好看，他们需要的是有内涵、有深度、有灵魂的作品。所以，对于演员来说，提升演技、打磨作品才是王道。这就像投资，与其追逐短期的热点，不如选择长期稳定的优质资产。那么，我们普通观众该如何应对呢？我觉得，首先要提升自身的审美能力，不要被流量所迷惑；其次，要理性追星，不要盲目跟风；再次，要支持那些有实力、有作品的演员，让他们得到应有的回报。理性消费，理性追星，这不仅仅是娱乐领域的箴言，也是一种生活态度。总而言之，与军歌的重播成功，并不是偶然事件，它反映了观众对优质内容的渴望，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思考的方向。在这个变化迅速的时代，唯有真材实料，才能经久不衰。